大家好。我们从美国回到温哥华呢，已经有1个多月的时间了逐渐呢，我们又开始策划今年的一些旅程呢。所以呢，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为什么会买房车，为什么会选择清风房车，以及我们买房车的一些过程和经历，包括我们的感受。如果你对房车和房车生活感兴趣的话，或者你在未来计划入手一辆房车的话，那今天的分享呢，可能会对你有帮助。我们的分享呢，仅仅是一个小白、一个新手的分享，里面并没有很多特别老道的或者特别高深的道理。我们就是想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心路历程。那么我先来讲一下我们的情况。好，我们呢买这个清风房车呢，或者说我们取车已经2年了啊，正好2年。在这个2年期间呢，其实我们并没有特别的停下脚步啊。我们去了优胜美地国家公园。去了2次，一次呢是49天，一次呢是29天。然后呢，我们还去了班夫国家公园。虽然以前我们公路旅行的时候去过几回，但是房车呢又去了2回，一次是18天，一次是12天。那么当然了，今年特别还去了美国的洛杉矶和拉斯维加斯，这个也上视频了。一共去了53天。还有华盛顿呀、俄勒冈啊，一些短途的时间比较短的。对，特别是刚买了房车之后，我们作为新手操练，我们去华盛顿去了2-3次啊，就想看看我们能不能在实际操作中曾经遇到过什么问题。对。那么我们这辆房车呢，是22年的夏天我们决定购买的，在23年的2月份我们取到了车。对。那么这个车呢是在兰里的一个经销商那里买的啊，在温哥华的人都知道。对。那么清风房车呢，在加拿大呢它是有代理的。可能有些观众啊特别关心我们这个房车的价格是多少。对，我们不能和美国比，价格呢是按照美国官网上的价格定价的。比如说美国官网上$9万，对，那我们也是$9万，没有折扣。没有折扣。但是我转换成加币的时候，对，除了按照当时市场的汇率之外，经销商还会要加多少点，但是这个点数也没有公式。对，因为下定金到取车的时候呢，会有一个时间差。那可能经销商为了避免这个时间差内的汇率损失那么汇率上升它有损失，汇率下降我们有损失。对，反正不管怎么样，他们没损失。他得留点富裕对。所以这一点上也是原来没有想到的。对，所以在加拿大购买清风房车就会比较贵一些。对，显得比较贵。那么再加上送车费税各种就比较贵。一共呢花费了15万，不到1点。将近15万。对，所以造成我们去提车开本票的时候呢，银行柜台的小哥还调侃说，因为我们是从2个账户里分别开了1张本票，对，他是说那你们是要买2个房车吗？我们哑然失笑，你直接看出就清风这个价格，他可能没想到这是一辆房车的价格。对，价格是不可爱的，但是外形是可爱的。那就说一下我们为什么要买房车吧。最早我们了解这个房车和房车生活呢，应该是源于南下美国自驾游。对，不断的路边经常能够看到一些写着什么什么 RV Park 的。所以我们就好奇，这是 RV 是什么东西呢？是什么 Park 呢？我们可以走进去的 Park 吗？后来研究下来，原来就是常常我们在路上看到的这种房车的公园。对，这只是一个萌芽地方这只是一个萌芽。当时呢，也就算种下了一颗小种子就是因为我们比较喜欢旅行，所以我们就也常常旅行。最初就是自驾游的方式。对，我们就是公路旅行，来到北美之后，公路旅行有过好多次特别是18年那个时候，我们进行了一次横贯加拿大，也就从温哥华到魁北克古城，30天12000多公里。那一次的旅行呢，确实让我们感受到了有一个呢就是饮食问题就吃的就是特别将就，别说满足中国胃了，为了省时间又为了省事儿，对，就是也为了避免不熟悉踩坑，对，就是基本上以快餐为主，对就是难得中间不行了，就满足中国胃，
费时的去找了中餐厅，体力上也很辛苦。然后这30天呢，还进出了22家酒店。对，每次入住退房，我们check out 我们都很紧张，因为我们大包小包拎上去，然后再拎下来，就怕丢东西。当然最后还好，30天就丢了一个 U 盘。而且就是每次入住酒店的时候，像开盲盒一样，就是对房间是什么样子的。床舒不舒服，枕头习不习惯，对，都像开盲盒一样，因为22家酒店不可能每一家酒店都是一样的标准。对，然后我很在乎的开盲盒呢，就是洗澡水，就是热不热，热不热，水冲不冲啊？对，我们对于电视机啊什么这种倒是无感的。对。所以呢，让我们又进一步加深了，是不是可以考虑有一个自己移动的家？尤其历经疫情之后啊，对，就是大家对于使用公共的物品啊，进出公共的空间都是有所忌惮的。对。所以就是源于这些种种原因啊。对，就是我们从16年有一个小萌芽，到18年确实感受到了这个长途的公路旅行存在的问题。对，我们想提升一下就是旅行的质量。对，然后一直到疫情的时候，就是没有办法出门旅行，然后呢，公共物品大家都比较禁忌，所以下定决心，我们在22年就决定购买了房车。对，因为最初开着自己的小车，更多的是关注于就是景点好不好玩啊，然后能够看到什么样的风景，怎么走的路线。但是关于旅行和生活的质量，如何能延长这次旅行，并且能够轻松和好，电饭煲的声音一响，我们只能中断。所以说，生活就是有各种意外，我们都设计好了灯光和录音设备，没想到电饭煲叫了。很生活。好，那我们就接下来就聊一下我们为什么要选择清风房车吧。对，为什么最后选择了拖挂？拖挂里选择了清风。对，首先呢，最初我们看中的是 Class B。没错。行走方便，然后觉得停车呀、行车呀，对一个新手来讲都是一个比较不错的入门选择。而且是加拿大品牌。对，而且我们看中了一个加拿大品牌叫 Pleasureway。对。那么这个里边的房车呢有很多个车型。但是呢，起步价对一点都不便宜。对，我们看中的车型大概含税要20几万。对，这个我也是大跌眼镜。对，当时觉得是可以接受。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开过房车，旅行的时候也没有租过房车。对。所以呢，就是我们觉得呢 ，Class B 呢好像已经非常好了，行动又方便，就是该有的都有啊，厕所啊，那个床啊，对吧？卫生间啊都有。然后从我们开始觉得这个价格略微贵的时候，有一点点动摇。对，然后你就知道我们就开始找毛病了。对。找下来的毛病确实让我们下了决心，不要了 B。当然当时看中 B。其实原因跟很多新人入手房车的想法都是一样的。对，拖挂大 A 其他房车呢开得了吗？特别大，能不能 hold 得住，这是一个问题。对，然后家里能不能停？对吧？停车场能不能停？然后我们就是不断的在看一些 YouTuber 介绍有很多那个 YouTuber 帮助了我们很多。甚至有些 YouTuber 做的视频我们都看过几遍。对，我们特别喜欢看别人分享，就是遇到困难，然后遇到困难怎么解决我们其实学习了很多。对，并不是怎么喜欢看这个花好月圆。是，你比如说易拉罐的记事本，对 ，Simon 和 Selina 的这个房车露营旅游生活，对，小花游美国，因为他也是清风，因为易拉罐的记事本也是清风房车。对。还有北美房车的 Full-Time 的那个老王，无忧房车行的老郭，这个我们都常常看。当然还有一些英文的博主讲的也很好，比如说有一个浪浪 Honeymoon，他这个也是清风房车，他的视频几乎我所有的视频都看过，甚至不止一遍。他有一句名言，有一句名言。然后还有一些什么 traveling rubber 的这种，就是关注于开车或者路线的一些
房车博主也研究了很多。他那句名言你要说呀。名言待会儿我再说。然后那个还有像一个叫 Living Our Dream Now 的，就介绍房车营地的一些视频，我也在看。但是呢，看的越来越多的话，就发现就 Class B 越来越不符合我们的期待。怎么讲呢？你在行车路上的时候，你特别希望车特别小，但是你到了营地，你就希望车特别大。对，所以朗勒哈尼穆他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台词，就是当年我觉得是我最后一根稻草，然后并且成功的说服了我，说服他的，就是他说，你刚开始入手房车的时候，你可能不会想太多，可是你房车开着玩着的时候，你就会有很多需求，什么自行车啊、煤气罐啊、折叠椅啊、烧烤炉啊，他说这些东西你都会有的，你都要带在路上。对，所以我们一想，这储物空间就是在一个 Class B 里，就很难把这些平时的生活需求。甚至我们后来还要带自行车，还要带一些充气的折叠的船，对，就这些都没有办法。到现在还有了小狗啊，对，还有一些狗的东西，甚至狗自己它也需要有一它还有2个窝坐车，所以就是储物空间这一块就是非常难。然后还有呢一点就是游玩方式，常常呢我们还是比较喜欢房车分离的感觉，到一个营地把房车给分成房和车，对，然后开着车在周边游玩，像当地的人一样生活。对，因为那个如果说你不分离的话，那么你每次出行你都要重新要接一遍水电。对。那么不单单是接一个水电，因为车里面的东西你还要归位，没错，对吧？锅碗瓢盆所有东西你都要收纳到它不会摔碎的这个程度。对，新人可能就关注于这些管子要拔掉，要重新接，哎呀，这个其实不是的，这个很简单，我可以多弄一弄就好。但实际上，房车内部的一些像女主人的一些所有东西，锅碗瓢盆啊，甚至有些人可能有化妆品啊什么摊出来的东西，全都要收掉的。反正你眼睛里能看到的东西，你都要收掉，而且收掉的正好让它不能摔碎。对，反正这可能就是会局限了你出行的意愿，对，就是你会觉得哎呀很麻烦，那算了，不要出去了。如果你仅仅就需要开个房车到附近去滑个雪，我倒觉得这个 B 倒也是可以的啊。如果我们是这种长途的需求的，比如动不动就是要开几千公里、上万公里的，那这个 B 是肯定是不符合我们的。对，有的时候我们出去玩好了之后回来吃个饭，然后再出去购物，对，想去看个日落啊，想去遛个小狗。但这样一个过程，就是所有的内外的东西都全要收起来，再摊出来，我们觉得特别麻烦。总结下来是：第一，价格并不如我们所想象的，车子小，价格就便宜。对，但它是因为它兼容了汽车和房车的功能。对。第二呢，因为是空间小，所以第三个呢，是因为行动不便。有人觉得 B 方便，我记得当时价格方面还有一句话也是打动了，就是女主人。我说这20多万的话，如果换成一个拖挂式房车和一辆皮卡的话，那就相当于一个车变成2个车。但是你花1辆车的钱，你可以带回家2辆车。对，平时我还可以开这个皮卡，就是作为生活用。对，所以但是我也是比较坚定的反问了他，我说你觉得你能开拖挂吗？他说我觉得应该问题不大，我可以学。对，好，那么在价格和能力上取得了一致之后，我们就选择了拖挂。是。那么拖挂选完之后，接下来就要选拖挂里选哪个房车了。对，然后房车的型号还要匹配，就是前面牵引车的型号。那当然牵引车比较简单了，150、250、350。当然房车呢就看多少尺的。这个时候只涉及到预算了。对就是我们曾经想过，就是想买一个清风的那个25尺。对，当然选择清风理由只有一个，颜值。我们最初就是看中25尺，因为它的大小呢，如果再大了就不是特别好看，但是如果再小了的话，就觉得空间又小了很多。
而且25尺还有一个特殊的配置，就是女主人特别喜欢的，就是房车的背后客厅它的盖子掀起来，对，它的屁屁可以完全削开来。对，虽然说这需要花1万多刀额外的另行购买价格，但是你知道的，这个特别特别吸引人，对，然后让你觉得和大自然是零距离。对，如果万一后面你会想象后面是树林，后面是大海，亲近大自然，对，是后面是湖泊买房车的人都向往，就是后面是大海。然后直到我看到了易拉罐的记事本，他这个博主，对，他有一集特别出名，对，在布鲁斯啊，刚才忘提那个布鲁斯了，布鲁斯也是我们最初每一集都会看，对，现在他不怎么做视频了，我都快给他忘掉了。他有一集视频就是采访了易拉罐的记事本，他也是一个很著名的博主。对。然后他的那个25尺的清风房车就是给摔掉了。对，在去佛罗里达的路上就是可能摇摆，然后摔掉了。他这个一摔，让我们特别特别的那个震惊。对一下子又把我们拉回到就是关于是不是能力的问题，又权衡再三了车子。因为25尺，这样让我们静下心来想，可能福特150未必能够非常胜任的拖拽它，因为他们生活的地方都是那种大平原我还印象很深刻，他回忆他说道儿都没有什么特殊的路况，就是平路上。可是我们温哥华不管北美去哪里都是要翻山越岭出去的，所以我们对这个安全方面就是有额外的就重新进行了考量。本来准备是150拖一辆25尺的清风，那么这样呢，我们就权衡觉得需要一个250拖一个清风25尺。那么这个时候问题出现了，钱不够，预算怎么都觉得好像实在是太贵了。这个可能要起码要将近30万加币，等于说你车要升级，房车要升级，对吧？这个，所以我们就止步了。对，止步了。这个时候就是 Kevin。他又进行了更认真的研究，就是从清风的21尺、23尺、25尺，到底什么样的是匹配 F150的那个安全？对，在我们不更换头车的情况下，就是我们还是买150的情况下，对，最后呢，他拿出了一组数据，说服了我，就是选择了现在的23尺，对，23尺当然肯定比25尺便宜很多，但是23尺它是双轴。对，它是双轴里面最小的，再小就都是单轴了。对，那么双轴是什么概念呢？我问他，他说双轴就是说后面有4个轮子，万一爆掉一个轮子，我们的车还是能拖得动的。我说我说这个太重要了。我记得那个易拉罐的记事本他那个车有一个轮胎亏气了，也不是瘪掉了。当时他因为是双轴的，所以他就这样给拖过去了，也没有影响，也是能正常拖过去的。对，还有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23尺，它和25尺相比，它的那个 payload 非常非常的合适。就是他要求的蛇重，压在前车的这个蛇重是非常低的，因为它是双轴的又比较小，它是所有双轴里边最小的。对。但是又是所有最小的里唯一有一个双轴的所以造成它的蛇重就是对我们150就特别匹配。对，这样拖起来就是安全性特别高一些。对，因为我们并不能想象它永远是在平地上，对吧？它会上坡。而且还有一个误区，就是很多人认为清风房车就是它的这个铝壳会让它的房车特别轻，这是一个误区。我看了一下，就是我们清风房车跟其他房车差不多大小的，其实重量是差不多的。我们称重过好多次，没有特殊的在满载源，然后所有的物资的情况下面，也要6000多磅是吧？6000磅左右。对，这空车也要5000多磅因为其他的大小的相匹配的别的品牌也是5000多磅或者是6000磅，那所以这个铝壳让这个车的重量比较轻这件事情是个误区。铝壳不是为了让车更轻一些，是让这个车保持的更持久一些。大家开的宝马呀、奔驰啊、奥迪啊这些车都是铝壳的车，包括我们现在用的 F150也是全铝车身。然后呢，通过这个23尺，我们又发现了它那个2023款里面
居然有双床。对啊，就是我们觉得就是又更加符合我们了。其实我们就是觉得单床，特别是一个比较小的床，我们觉得睡眠上是有影响的。对。那么现在一个双床，中间一个过道呢，正好放上小狗的狗窝。对。哎呦，我们觉得就是完美。如果它是单床的话，它没有办法做到像家里一样 king size。而且其中一个人还要绕着圈才能出去的。对对。所以这不是特别方便，而且我们觉得有点浪费空间。对。那现在尤其我们后来有了狗狗以后，这更是一个问题，就是狗就没有地方睡觉了啊。所以现在双床的话，我们的狗狗在那个2个床之间睡觉，又刚刚好符合了我们当时选择这个意愿。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它的2023款呢，它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冷冻间这个冰箱，这个我也是当时喜出望外，就是这样。原来它那个房车冷冻间简直太小了。他们原来的这种小的冰箱，冷冻冷藏一体式。对对对。所以在一个空间下的组合款的，那其中一部分冷冻。2023款呢，它分了冷冻间和冷藏，是完全分开。对，虽然说它把原来的微波炉给我们拿掉了，当然2样东西让我选择，我肯定也是选择大的冰箱。所以我们觉得截止到现在选择都是符合我们对，就是购买了2年房车之后，我们现在回头看自己选择的路，我们还是觉得非常对的，所以呢，也是拿出来跟大家分享。对。现在进入我们要准备提车了。那么定金下了之后，我们就开始更认真的做起了提车的准备。凯文看了好多遍，有个博主叫小花游美国他在美国提这个清风房车的时候，工作人员讲解的特别认真，特别仔细。就是提了交车的那个人。对，然后他全程都录下来了。对，30多分钟我看。对，然后他来回看了不下10遍。差不多。这一下子有底气了啊。对，很多人都特别紧张，就是从交车那一瞬间开到家都是一个问题。对，因为一个车，你看黑水箱、灰水箱，就是这个东西听人家提一嘴，你就感觉特别紧张啊。对。然后听完几遍或者10几遍交车之后，我们心里就有底了。对，对这个房车的使用，但是我们几乎从来没有这样近距离接触过房车。最主要我们旅行的时候没有租过房车。对，也没有进入过别人的房车里。对对。究竟什么房车？我们也没有去看过房车的展销会。对，这几乎就是在电视上看完之后就把这事儿就定了。所以这车对于我们来讲是完全是陌生的。对。真的到我们提车的这一天的时候，确实我们这个准备工作做得非常好，因为我们这个经销商讲解的非常的简单。对。什么都点一点就这样搞得我们好像都应该是懂的一样的。第二个呢，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当时心里一直琢磨这个车怎么开回家。对。就是这个拖挂就是怎么开回家。很多人不买拖挂，我觉得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就是觉得倒车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所以 Kevin 呢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办法。当然也有可能经销商第一次能把房车给你送回家，但是我们也没有问能不能送，所以我们脑子里的一根筋就是说是自己开。那么 Kevin 找到了一个什么好办法呢？他找了一个 app 上的一个游戏，学习开大卡车。对，锻炼大卡车的这个倒车的心理感受。就是说最主要的 Kevin 有句名言他自己总结的。什么名言？就是前轮后轮的也就是你汽车的前轮控制你汽车的后轮，然后你汽车的后轮控制拖挂房车的轮子。对。而不是说你汽车的前轮控制房车。对。所以明白这个道理之后，他说他一下子就是恍然大悟通过游戏的配合之下，更加名正言顺的玩了好几天游戏，就是开卡车，我们就信心满满的把清风提回了家。对，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是靠网上就是在学习，就从来都没有摸过这种。对，因为我们周边的人也没有人玩开房车。在中国的时候根本也没有涉及到这个房车生活。那么在这之后呢，我们还会和大家分享我们营地的选择，旅行的线路，然后几十天房车生活之后回到家里都有一些什么感受。大家呢，如果对房车生活或者说选择房车如果有什么问题需要沟通的，或者有什么话题是需要听的，也可以在下面留言给我们，
我们会根据大家的需求继续做这样的聊天节目。当然，大家不要忘了订阅，谢谢，谢谢，拜拜。